大家好，我是戴着眼镜拿着话筒拿了4家片片。今天说的是《星球大战外传：侠盗1号》。从来没看过星战系列的小伙伴可以翻片片之前的作品恶补一下。没错，《星球大战》7部电影片片一部不落全都说过了。《星球大战》正传3部曲分别是77年的新希望、80年的帝国反击战和83年的绝地归来。后来又拍了前传3部曲，分别是99年的魅影危机、02年的克隆人的进攻、05年的希斯的复仇。去年又拍了《星球大战7原力觉醒》。所以星战迷习惯把前传3部曲叫的星战1、2、3，正传3部曲叫的星战4、5、6。说了这么多废话，就是想告诉大家，这部侠盗1号的故事发生在正传之前、前传之后，所以应该叫星战3.5。接下来用1分钟带大家看完星战3.5侠盗1号。银河系被坏人军队控制，一个坏人军队里的码农良心发现，辞职不干了，躲到了一个穷山沟里种地，但是被坏人军队抓了回去，帮他们设计能够毁灭星球的秘密武器。然后码农成为秘密武器这个项目的产品经理，他故意在设计武器的时候加了一个 bug， 并且放出消息让好人军队寻找秘密武器的设计图，利用这个 bug 摧毁秘密武器。码农吃里扒外的举动被坏人军队发现，却不小心被好人军队的战斗机炸死。因为好人军队一直以为码农是坏人，而且在收到情报以后也怂在老窝不敢出手。继承了码农遗志的码农的女儿召集自己这一路上认识的小伙伴们，组成了侠盗1号敢死队，其中包括一个脸上写着我是男主角但是我好没存在感的好人军队小队长，一个原理空前强大但是没有光剑只会耍棍子和咏春拳，一出场就能打10个抢进男主角风头的瞎子，一个台词少得可怜，基本每句话都在和瞎子打情骂俏给腐女观众们发糖的瞎子的好基友武器专家大胡子，一个也不知道为啥就从坏人军队叛变好好的飞行员部的非要替码农给好人军队传递情报的驾驶技术高超的老司机，一个每部星战都会出现这一部变得更大更突出的搞笑卖萌和吐槽戏份的机器人，以及一大群无名无姓纯粹跟着主角们来送死的好人军队小炮灰。大家来到了坏人军队的秘密基地，成功偷出了秘密武器设计图，并且接上了 WiFi， 还翻墙连上了外网，把设计图发送给了好人军队。在这个过程中，侠盗1号全军覆没，没错，包括男主女主俩基友一司机，连机器人全都挂了。可能编剧觉得毕竟正传3部曲里面压根就没有他们出场，所以干脆在结约的时候全部走光光吧。1分钟讲完了。电影的前半段非常的枯燥乏味，如果不是星战迷80%是要睡着的，因为不停的切换视角和场景，平均每2分钟就要换一个星球，而且出场角色都是前7部没出现的新角色，除了女主角以外的其他人物也没有什么前史的交代，莫名其妙的就跟着女主角去送死了。但是越往后面越精彩，惊鸿一瞥的 R2 和 3PO， 曾在帝国反击战中出现的4足机器人，两方军队射来射去的空战，达斯维达一人一剑几乎团灭了反抗军，最后死经设计图交到莱娅公主手中，和40年前星战第1部电影新希望无缝衔接。紧接着全片结束，主题音乐响起，作为一个星战粉丝，片片当时就在电影院站起来鼓掌了。星战迷们肯定不用我推荐也会去电影院看，非星战迷的话就看完片片之前的星战解说再去电影院看吧。拜了个拜。